我最近总是特别想吃夜市卖的烤猪蹄儿，但是这玩意儿订外卖到家就不好吃了，出门还懒得出去，所以我买了400斤鲜猪蹄儿，我打算在家研究这个烤猪蹄的半成品，这样以后在家随时都能吃到刚出锅的了。不过这一次好像有点冒进了，这猪蹄采购量有点大。平时手有几个没觉得咋地，这一下干400来个人有点麻了。我们从燎猪蹄开始就火力全开了，给手套都燎着了。但是没想到后来洗猪蹄才是最崩溃的，这每一个猪蹄的脚趾缝里都有猪毛和死皮。不过脱毛这个活吧，干着特别爽，就越干越上头。我后来一度有点分不清，我们到底要做的是一个烤猪蹄的半成品，还是尝试掌握一门修脚的副业。这烤猪蹄我最近试了很多做法，发现好吃的关键是卤汤和烧烤料，但市场上卖的干料都比较压翻，所以我们就按照齐齐哈尔烤肉蘸料的配方自己磨了15斤。这玩意儿磨完了，给我弟也差点磨没了。然后卤汤我提前3天就熬上了，这样才能让香料充分释放香味儿。但是这么大一锅汤烧上之后，屋里就没地方了，那焯好水的猪蹄只能找别的水源去洗。我是万万没想到，我这一代先是在浴缸里去毛，然后去厕所里洗肉，后来那卤汤甚至还是虹吸的，就现在这活干的真是越来越有那黑作坊的样了。然后猪蹄洗到过了自己那一关之后，就可以去卤泡了。反正这会儿待着也没啥事儿，我们就寻思先吃点饭，还买了点肉肉强爽小酌一下。但是没想到这玩意儿劲儿真大呀，一罐8度都赶2瓶啤酒了，给这俩爹喝的直上劲儿，非要上雪地里撒点野。他俩作了3-4个小时才醒酒，这才算勉强能接着干活。正好这会儿猪蹄也卤好了，现在不管是颜色还是味道都特别好，稍微凉一下就能拿去烤了。然后卤猪蹄的这锅汤以后就可以当老汤用了。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锅汤我们要省着点吃的话，基本可以确保在我临走那天席上它还有机会登场。这个卤好的猪蹄经过果木的熏烤，再撒上一层干料，尤其是这烟飘起来的时候，那香味可太绝了。而且这猪蹄烤的特别糯，完了一点都不腻，皮真的是一抿就化，这肉和筋也特别有滋味。然后把它们都塑封冷藏了，现在家里只需要有一台空气炸锅，3分钟就能吃上夜市同款烤猪蹄。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干料经过2次加热之后就没那么香了，所以我们给每一份猪蹄又装订了一份干料。这回这半成品基本就没什么纰漏了，我认为甚至可以达到95%的夜市还原度。而且这猪蹄不光能烤着吃，还可以做成一份强哥同款的猪脚面，这再配上2罐肉肉强爽，这个餐标我认为哪怕放眼整个旧城街也可以说是相当炸裂。我前2天看了个纪录片，说手工鱼丸居然能做得像手打牛肉丸一样有弹性，而且汆的汤还特别鲜美，那看的可给我馋坏了。我寻思我也在家做点，但是我们折腾了2天，试了好多种鱼，做出来的丸子又腥又面，都不如外面卖的那不放鱼肉的鱼丸好吃。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，说这鱼丸要想又鲜又有嚼劲，必须得用肉质紧实的海鱼，而且得是活鱼现杀。所以我去买了100多斤斑鱼，到家就给他们洗上养了。至于能不能确保每一条在收拾的时候还是鲜活呢，那就得看运气了。毕竟家里设备有限呢，只能临时拿浴缸当鱼缸用，拿老嫂当老磨使。然后按片里讲的，这鱼在处理完之后得用饭勺刮它的鱼肉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保留肉的胶质，并且避开那些不想要的部位。但是我们没买着那种刮鱼肉专用的勺，就在家给饭勺开了个刃。但即便是这么锋利的勺，那鱼肉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刮，刮到最后手都抽上了。但更绝望的是，这鱼的出肉量还特别少，160斤的鱼就刮出30多斤肉，那鱼头和鱼骨都快给我们吃吐了，天天上顿吃完下顿吃。甚至就连我们家的饮水机里都能随时打出一杯热，这些鱼肉还得再捶打成肉泥，再放盐给它们搅上劲儿，一直搅的这样特别粘手的状态。就这么干下来，我算明白了为什么基本买不到纯手工的鱼丸。要但凡谁家动一点量产的心思，那全村一起做棺材板可能都供不上他家。不过这么做出来的鱼丸真的非常有嚼劲儿，吃起来又脆又弹牙。而且我用性命发誓，我只放鱼肉和调味料了，一点淀粉我都没放。这个鱼丸汤真的巨鲜，丸子也真的能像牛肉丸一样当乒乓球打，但就是造价高了点，这1粒鱼丸的成本都要合到8块钱了。不过这么鲜美的鱼丸汤对东北口味来讲其实有点清淡，所以我们留了一半串串了，还刷了点夜市铁板鱿鱼的那个酱做成炭烤鱼丸的。
这鱼丸现在可真绝了，它原本就是又鲜又弹，现在外表烤的焦脆，然后还刷了一层酱，吃起来满嘴留香。而且我们做这个鱼丸啊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，就是哪怕放眼全世界，我也从来没见过谁家的手工鱼丸里能吃出这样一整片的鱼鳞的，我真是酸 Q 了。我最近特别爱吃那种即食的带鱼罐头，尤其是吃饭的时候，就不管桌上多少个菜，要是不开2罐带鱼罐头，就感觉这饭吃的空落落。所以我去买了300斤冻带鱼，我寻研究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。不过刚开始我们很纠结，就这层银膜需不需要去掉。后来试了好多做法，还是决定给它刮了。因为在北方买的冻带鱼，它的死亡时间可能比我年龄都长，这就导致它外面那层膜特别腥，炸的时候还容易糊。但是这层膜它没那么好刮，而且内脏化了还有特别大的腥臭味。我们整整干了40个小时，从黑天到白天又到黑天。我从最开始闻不了腥味儿，后来活生生的给我干的都闻不着腥味儿了，妈这活干真绝了。然后这冻带鱼在刮完膜之后，还得再去除它的贴污血和黑膜。为了吃的时候口感更好，我连那鱼翅都给剪了。真的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的带鱼肉。没想到脱去了现实主义的灰色外衣之后，里边居然藏着一颗粉色内心。这带鱼肉现在直接上嘴舔一口都不行，那完全是母婴级的处理标准。不过收拾的这么彻底吧，就是有点费钢丝球。我第一天买了50个，第2天买了100个，第3天我眼见着那超市连夜上了8箱货。但好巧不巧的是，这会儿我们已经把鱼都处理完了。这些带鱼在切成段之后，还需要再腌制一下才能下锅。这些带鱼段腌好了，就可以直接下锅炸了，一点淀粉都不用放，炸透了就是特别好吃的干炸带鱼。不过一下炸了这么多鱼，屋里还逐渐有了点炸东西那种香味儿。这现在呀，地是腥的，天是呛的，整得我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朝哪边喘气儿了。然后为了让这罐头更好吃，我还放了好多五花肉和黄豆。现在炸好的带鱼段再配上汤料辅料，就可以直接放到高压锅里压了。这出锅之后就已经非常好吃了，软烂入味，就连鱼刺鱼骨都吃得特别酥。不过这鱼类罐头放凉了才是最好吃的，而且汤汁还会变成这种端端的鱼豆。这回呢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红烧一半香辣。就这要是拿到单位或者学校食堂去吃，那放饭的时候绝对是全场焦点。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吃法，是可以把它拌到一碗刚出锅的米饭里，等平时犯懒的时候来上这一碗又能吃饱又能吃爽的猫米饭，吃完了再来瓶甜水猛劲儿打个嗝，我天哪，这不绝世香香吗？